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看上半身很正常，当镜头下移，网友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长月烬明作为前段时间的热播剧，可谓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热潮，而在剧情中的几个片段也颇有看点。比如在黎苏苏最后看破无情道成神的那个画面，便让观众感受到了美轮美奂的敦煌风。然而这个绝美镜头在拍摄时可谓有很大的难度。从现场发出的花絮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罗云熙饰演的这个角色身穿多层服装，就是为了能够衬托出神的光环。这对于正值大冬天拍戏的他来说，仿佛是极大的优势，因为不会被冻到。然而他的对手戏演员白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敦煌风的女神衣着物料都很少。显然在大冬天拍这场戏，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折磨。而在正片拍摄之前，他一直都用棉袄裹着自己。其实在拍戏时经常会有这种季节不符而产生的搞笑画面。程毅在片场大秀美腿。程毅通过2025年播出的《琉璃》这部作品顺利飞升，即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，大家依旧记得在那个夏天，为了那只痴情的小凤凰流下的眼泪，足以可见这部作品的优秀程度。其实在拍摄之前，程毅被多次邀请来出演其中的男主，然而缺乏经验的程毅却表示，还是应该由更优秀的人来饰演这个角色为好。经过导演与制片人的多次鼓励，他才接下来这个角色。而在拍摄过程中也有许多难度，他在其中饰演的是大妖之一，自然有着超强的战斗力，那么必定有许多打戏。程毅凭借着这些年积累的经验，将每场打戏都处理得很好。然而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，就是季节与服装之间的碰撞。他们在拍摄这部作品时，正值夏天最炎热的阶段。然而每个演员都需要穿着多层布料，营造出古人身上仙风道骨的那种气质。虽然在镜头面前，程毅完全不会展现出被炎热天气所折磨的困窘画面，但是当镜头带不到的地方，他全开始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画风。比如在他与袁冰妍一起拍摄被程昱刺杀后，躺在床上等待救援的这场戏，在镜头面前的他们深情而又暧昧，营造出了爱情中最美好的画面。然而当出画之后，程毅就受不住这炎热的天气，开始将下面的裤子撸起来，大方秀了一次自己的美腿。上半身与下半身截然不同的画风，也引发了现场工作人员的大笑。就连楚玄机在拍摄时也不停因为这个原因而笑场。冬天拍戏裹满保鲜膜。其实在夏天拍摄冬天戏份并不是演员最折磨的一场戏，因为炎热其实是可以克服的。毕竟有许多外在工具，包括空调、风扇，以及现场工作人员也都会用各种技术手段减少演员的痛苦。与这种拍摄手法相比，其实在冬天拍摄夏天的戏份才会更加折磨。其实从不少女演员在走红毯时就能够看出这一点，比如之前赵丽颖与杨幂等人受邀参加活动，但是主办方却将红毯特意设在的室外。虽然这对于明星来说并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当时可是冬天最寒冷的时期，男演员可以在戏装里面穿着更多保暖衣服来抵御寒冷，但对于身穿贴身礼服的女明星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折磨。不少女明星刚出场就控制不住的发抖，眼泪也一直流。赵英子甚至之前还在红毯上因为太冷而晕倒。就连在红毯上十分亮眼的金晨也无法抵抗得住寒风的袭来。在之前 GQ 盛典外出拍摄宣传图的她，在正式开拍前一直裹好自己的棉服，脱下衣服时
肉眼可见能够看到它的寒冷，但对于演员来说，他们拍戏则需要承受比这些更可怕的一面。因为女明星走红毯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完成，即使受冻，也只是这几分钟而已。但对于演员来说，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帧画面，甚至需要演员拍摄许多次，才能营造出最完美的效果。普通的戏份自然没有太大的难度，然而当他们在冬天需要拍摄下水的戏份时，则无疑是一种折磨。当然了，明星自然也有应对方式，比如他们会在下水戏时用保鲜膜裹满自己的全身，来减少皮肤与冰水之间的接触，来降低自己的寒冷感。比如之前郭富城在拍戏时就经常用这样的方式。然而并不是所有演员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对于郭富城来说，他只是将保鲜膜裹在衣服最里面，在外面衣服的包裹下，丝毫不会被镜头拍到保鲜膜的存在，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。然而对于女明星来说，则有更大的困难。比如谭丽娜之前在拍摄一起又看流星雨时，因为与慕容银海发生争执，而跑到海边意图跳海轻生的这场戏。当时他们拍摄这场戏时正值大冬天，然而其中的演员却都穿着半袖与短裙。谭丽娜其实也可以通过裹保鲜膜来降低拍摄难度，但显然在没有任何衣着遮挡下，保鲜膜很容易被镜头拍到，尤其是在海水的衬托下，会营造出反光的画面。为了能够不被观众察觉到任何端倪，他并没有做任何遇冷的手段，便直接跳海完成拍摄，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也十分不错。这场戏也赢得不少观众的眼泪，而这不仅体现出演员的敬业精神，也展现出了他们在拍摄时所遇到的各种难题。小绿人是片场的笑点制造机。当然了，在拍摄现场镜头带不到的地方，除了演员的服装问题会制造一些笑点之外，绿布以及敬业的小绿人便是又一笑点制造机。我们都知道，为了营造出最好的产品效果，不少剧组会在完成正片拍摄后，通过后期剪辑加入一些特效手段。尤其是在拍摄仙侠剧与科幻片时，特效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重点。那么就需要演员在拍摄时，事先完成后期特效制作所需要的所有先决条件。比如虞书欣在拍摄2个人的小森林时，剧情要求他与庄宇蹲下来看一只受伤的小鸟，而在拍摄时，导演却指出他的手上有3个黑点是脏东西，让他赶快擦掉，以免出戏。虞书欣则委屈地表示，这3个点其实是特效组老师特意画的点，就是为了固定好位置，以便特效能够将这只受伤的小鸟制作出来。而在仙侠剧中，绿布和小绿人的出场率则更加频繁。比如在三生三世中，每一次神仙做法似乎都需要有小绿人的帮助，才能够呈现出最好的效果。其中有一场戏是太子和司命星君从天上来到凡间，特意看望白浅上神的一场戏。为了不被凡人发现，他们一直飞在半空中，隐藏自己的身影。在拍摄这场戏时，其实并没有现场的一切建筑物，而是需要演员通过凭空想象，在绿布的帮助下完成整场戏份。就连赵又廷自己在之后的采访中都表示，其实拍摄仙侠剧对于演员来说有着极大的困难，因为这种戏份要求演员自身具有强大的意志力与信念感，才能在拍摄时不笑场，并且通过想象来完成后期所做的一切安排。在综艺中，我们也能够看到绿布以及小绿人制造的种种笑点，比如之前程毅与白鹿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时，由于2人都是拍摄仙侠剧大火的演员，并且都有着自己的爆火角色，所以主持人自然希望他们能够在现场展示自己的演技。因此节目组特意准备了一块背景板，
以及后期特效的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拍摄。而在这场戏，主持人李维嘉便承担起小绿人的工作。可以说，比起两位主演，其实李维嘉在他们拍摄时制造出的笑点才是更多的。从简单的一场综艺就能够感受到，镜头带不到的画面中的确存在许多笑点。身高不够，自然有增高鞋来帮助。在长月烬明官宣开拍之前，观众对于其中的男主选角罗云熙又是十分看好，又是十分纠结。看好的原因在于他的演技与颜值都是男演员之中的优秀存在。然而，罗云熙却有一大弊病，那就是他的身高甚至和许多女演员一样高，显然这营造不出仙侠剧中最重要的体型差。当然，这对于演员来说不是问题，因为他们在拍摄时可以通过增高鞋以及苹果箱等手段来完成拍摄。而这便是镜头之外的又一大笑点。其实增高鞋并不是罗云熙最先穿的，不少演员在拍戏时为了能够营造出绝美的画风，都会选择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完成辅助拍摄。比如具敬一的身高便始终被观众所诟病，尤其是剧组发现他穿那一双非常高的增高鞋后，更加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高究竟是多少。被称为拍摄黑化角色都不需要靠化妆来辅助的杨蓉，在拍摄古装戏时也经常会选择穿增高鞋。比如在拍摄《陆贞传奇》时，由于比乔任梁低很多，为了搭配在一起，便穿上了我们熟悉的这双鞋。当然了，除了增高鞋之外，苹果箱也是许多演员经常会选择的用具，尤其是在拍摄近景画面，镜头只会拍到演员的上半身时，苹果箱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比如李一桐之前在拍摄时，由于比对手戏演员胡一天低很多，只得用了苹果箱来帮助。当然了，对于男演员来说，拥有一双大长腿，虽然让许多人十分羡慕，但是在拍摄时却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问题所在。陈飞宇之前在拍摄《点燃我，温暖你》时，由于他与张静怡之间身高差实在太过悬殊，导致他在拍戏时镜头带不到他，便会将自己的大长腿成劈叉模式。虽然从外形上看整个人的画风十分搞笑，但拉近男女主的距离之后，反而营造出一种绝美的浪漫感。然而，当两个大长腿男演员在一起拍摄时，便会营造出又一搞笑画风。比如张云龙与胡一天在拍摄民国戏时，由于后期将牌匾定得太高，让导演开始怀疑他们在拍摄时无法融入到一个画面中。没想到两位男演员站在一起后，才发现小丑竟是导演自己。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十分羡慕演员这份工作，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，在镜头拍不到的地方，其实也有许多辛酸。虽然上面这些画面都是盘点出的镜头之外的搞笑画风，可这也能够间接证明演员在拍戏时都不容易。除了要拍摄不同季节时的戏份，还有各种难题。当然了，在镜头之中，自然不会曝光这些问题，毕竟要保证作品的观赏性。